大家好，我是婚姻红娘婷婷，今天又来给大家唠嗑一桩既爆笑又耐人寻味的跨海奇缘。话说，如今香港相亲市场风云突变，被咱大陆的姑娘盯上了。这其中有这么一位奇葩女主，她来自上海，32岁，是一名初中英文老师，月收入1万元，父母都是普普通通的工人。而她的男主则是香港的年轻才俊，35岁。经历过几段恋情，却迟迟未步入婚姻殿堂，在香港拥有一栋3层自建房。两人交往半年后，本来情投意合，正当双方谈婚论嫁之时，这位上海姑娘竟提出了一个惊人要求，要求男方给88万彩礼。接下来就让我给大家详细说说这桩让香港男人胆颤心惊、谁娶谁后悔的相亲轶事。那天天公作美，我在香港举办了一场跨海相亲会，邀请了不少来自各地的优质男士和有志于改变命运的大陆姑娘。就在这场盛会中，我认识了这位来自上海的女神小纪。小纪虽说长相普通，但一双会说英文的灵动眼睛，加上她那干练的教师气质，一下子便吸引了不少男士的注意。她自信地对大家说道：“我是一名初中英文老师，每月收入稳定在1万元左右。虽然家境平凡，但我相信爱情更看重真诚与担当。”话音未落，全场便响起了一阵赞许与掌声。而在香港那边，有一位叫阿杰的男士也吸引了我的目光。阿杰今年35岁，是个典型的港男，曾经经历过几段恋情，经历了风风雨雨，依然坚信爱情的美好。最引人注目的是，阿杰在香港拥有一栋自己建造的3层小别墅，这在湘江可算是难得一见的金屋。他虽不多言，但举手投足间尽显自信与从容。初见小纪时，阿杰那略带腼腆的微笑，仿佛在诉说着对未来美好生活的憧憬。两人在相亲会上一见钟情，彼此都觉得对方既有真性情，又有追求幸福的决心。于是，经过几次愉快的聊天与互动，他们很快开始了跨海恋情。那段时间，双方每天视频通话，分享生活点滴，仿佛隔着海峡也能感受到彼此心跳的温度。看着他们的互动，我这个红娘心里也是既替他们高兴，又暗暗祈祷，希望这段感情能走得长远，别让那些现实问题把幸福挡在门外。交往了大约半年的时间后，小纪和阿杰的感情逐渐稳定。小纪时常在课堂上讲述那些充满梦想与浪漫的故事，而阿杰则会在下班后拿出手机，发来甜蜜的信息：“小纪，今晚的月光好美，仿佛为我们铺就了一条通往未来的路。”这样的情话在他们的聊天记录中比比皆是，让人看了心里暖暖的。就在大家都以为这段跨海情缘即将迎来美满结局时，命运却在一旁悄悄捉弄人。谈到结婚问题时，小纪突然提出了一个让所有人都大跌眼镜的要求。那天，在一次双方家长初步会面后，小纪正襟危坐，郑重其事地对阿杰说：“阿杰，我觉得我们的感情已经很稳定了，但婚姻毕竟是件大事儿。为了将来生活的更有保障，我有一个条件，希望你能给我88万彩礼。”这句话一出口，现场顿时陷入了尴尬的沉默，仿佛空气都凝固了。阿杰听了，先是一愣，随后脸上露出一丝苦笑：“小纪，我理解你对未来的担忧，可我在香港的生活虽然不错，但88万彩礼对我来说确实是一笔不小的数目。”他的话还未说完，便被旁边的家长打断：“彩礼这事，咱们讲究的是诚意和心意，不是简单的数字。”然而，小纪却一板一眼地解释道：“阿杰，你得明白，作为一个家庭的支柱，必须要有足够的经济基础。我的父母虽然普通，但他们一生辛劳，我不能让他们失望。我要求的彩礼是对未来生活的一份保障。”这番话一出，不仅让阿杰一时语塞，就连双方家长也陷入了沉思。有人低声嘀咕：“这姑娘平时可是月收入1万元啊，彩礼要求却如此之高，到底是情感还是现实在作祟？”而阿杰的心中则涌起一股无奈与苦涩，本以为两人是真心相爱，如今却被这一纸合同差点拆散了未来的幸福梦。作为一名婚姻红娘，我见多了各式各样的相亲故事，其中不乏因双方家庭、生活背景等问题引发的误会与争执。而这次小纪的要求可谓是在两岸婚恋文化的碰撞中最为典型的一例。小纪出生于上海，受过良好的教育，
虽然月收入不高，但他身上那股坚持和独立的精神，让他在婚姻面前毫不退缩。他认为婚姻不仅是爱情的延续，更是一种生活品质的体现。他要的彩礼既是对自己未来生活的一种保障，也是对家庭责任的一种宣示。相比之下，香港的阿杰则成长在一个相对开放但竞争激烈的社会环境中。他习惯了通过努力奋斗来实现梦想，对待感情也更看重双方的默契和共同进步。对于他来说，婚姻是一场彼此扶持的长跑，而不是一笔交易。阿杰心里明白，自己的3层小别墅和稳定事业固然重要，但婚姻的真正意义在于2颗心的契合，而不是简单的经济数字。两人的矛盾其实也正反映出当前两岸婚恋市场上存在的一些现实问题。大陆姑娘在经历了社会的高速发展后，渐渐对物质生活有了更高的追求，而香港男士则依然保持着传统的务实态度，认为婚姻是相互扶持，共同创造美好生活的旅程。正是这种观念上的差异，让许多跨海情缘在甜蜜中夹杂着种种摩擦和误解。就在那次尴尬的会面之后，双方家长和亲友们纷纷介入调解。小季的父母一方面表示支持女儿追求更好生活的决心，另一方面也希望通过彩礼来确保未来的稳定。而阿杰的家长则认为，婚姻是2家人的事情，彩礼虽然有一定的传统意义，但更重要的是双方真心相爱，共同奋斗。在一次家庭聚会上，大家围坐在一起，气氛有些紧张。小季的父亲语重心长地说：“小季啊，咱们家虽不是富贵人家，但一辈子下来也是辛苦挣来的。你提出的彩礼要求，其实也是为了让你未来过得更好，我们支持你。但你也要明白，婚姻不是买卖，钱虽然重要，但更关键的是感情。”听了这话，阿杰的母亲也附和道：“阿杰，你要知道，咱香港虽然物价高，生活压力大，但只要2个人心里有爱，任何困难都能一起克服。可话虽这么说，现实中的分歧却难以在短时间内消弭。小季坚持认为，只有88万彩礼才能体现他对婚姻的重视，而阿杰则觉得这一要求超出了他现阶段的承受能力。双方你一句我一句，争论声不断，连我这个红娘也不得不出面调解。亲爱的阿杰，小季，你们都是为了未来幸福在考虑，何不换个角度想问题？婚姻的核心在于互相扶持，共同成长，不应当把钱看得太重。经过多次反复沟通，双方终于同意先将矛盾暂时搁置，继续深入了解彼此。就在这期间，两人依然保持着日常的温馨互动，偶尔也会笑谈起那次彩礼风波。比作为一名多年奔波于相亲市场的红娘，我见证了太多因为条件悬殊、观点不同而错失良缘的案例。每当看到客户因为一时的坚持或固执而让爱情走向分岔路，我总会忍不住摇头叹息。婚姻啊，真是一场比长跑还长的马拉松，需要双方不断的磨合、包容和理解。在这次的案例中，小季虽然要求高，但他心中有自己的坚持和追求。他希望婚姻能为他带来足够的安全感与幸福保障。而阿杰则代表了那一代香港男士务实而含蓄的态度，他们更愿意相信爱情的力量，而不是简单的用金钱来衡量未来。两者的矛盾其实只是对婚姻不同理解的一种表现。我常常告诉身边的朋友，婚姻不是市场上的商品，也不是一场简单的买卖，它需要的是2颗真心在风雨中互相搀扶，而不是把生活过成一个数字游戏。正是这种朴实而深刻的理念，让我在红娘这行摸爬滚打多年，见证了无数感情从磨合到成熟的美好历程。还有一次，我举办了一场特别的跨海幸福联谊会，邀请了几位既有香港背景又熟悉大陆文化的嘉宾，共同探讨婚姻中的物质与情感平衡这一话题。活动现场，我特意设计了一些互动小游戏，让大家在轻松愉快的氛围中打破隔阂。活动开始时，我便以幽默的语调宣布：各位亲爱的朋友们，今天我们要讨论的不是如何让彩礼变成万事通，而是如何让爱情变得无价。现场顿时爆发出一阵善意的笑声。接着，一位香港男士打趣道：我以前一直以为婚姻是2个人的长跑，没想到今天竟然要签署一份100万合约。大家纷纷附和，气氛一下子变得轻松起来。在圆桌讨论中，一位嘉宾分享了他自己的经历。其实婚姻里最重要的不是彩礼的数字，而是2个人能否在关键时刻互相理解，
互相扶持。我的朋友曾因为彩礼问题闹得不可开交，最后发现真正的幸福是建立在彼此的包容与信任之上。这番话引发了现场热烈的讨论，不少人纷纷表示认同。朋友们，婚姻这件事从来都不是一纸协议所能定型的。无论你出身如何，条件如何，最重要的还是两颗真心。小季虽然出生在普通家庭，但她有自己的坚持和追求。阿杰虽然经历过几段感情波折，但他依然坚信未来会有属于自己的真爱。爱情的世界里，没有谁对谁错，只有彼此的理解与包容。我想对所有正在相亲路上奔波的朋友们说，无论你来自何处，身份如何，都请用一颗真诚的心去面对婚姻。不要让那些高高在上的彩礼要求遮蔽了你对未来的期待，也不要因为一时的坚持而错失了那个愿意与你携手共进的人。爱情是需要勇气和智慧的，唯有在经历了风雨之后，才能品味到彩虹的绚丽。感谢大家收听，希望我的故事能给你们带来一些快乐和思考。婚姻路漫漫，但只要我们都能笑着面对，用幽默和智慧去化解一切矛盾，未来定会充满无限可能。让我们一起相信真爱无价，婚姻需要双方共同经营，而幸福就藏在那彼此用心相守的每一天中。我们下次再见，记住，在爱情的世界里，用心去爱，才能赢得未来。